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31号，比特币 29K 多空大决战。昨天视频是有跟家人们提到，看到 29K 在攻的时候就不要去追了，因为日线里面是有个背离。那今天再来聊一下，除了这一个背离，其实还有哪一些迹象？有2点想跟大家讲一下，包括我昨天有讲到的那个 MACD。我的观点是，它这个位置很像当时这个位置倒过来的一个迹象。但是整个中线，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在整理或者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整个比特币大长线的上涨目标，我之前是有跟大家讲过，个人是在看100万，以太坊长线的目标是在看2万至3万或者今天也来聊一下整个中线的上涨目标，这个位置如果2万9过，上面还有没有高点？那至于短线它这个位置为什么会这么纠结，其实利好是非常的多，有可能主力也是在蓄势包括今天晚上美国那边是要公布 PCE 物价指数，如果短线的朋友尽量去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可能会压回，但是整个长线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应该大概率是要往上去突破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在 Discord 社群上面联系我们，帮你拉进 VIP 组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整个中线的上涨目标，因为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心这一波高点还会不会有高点那我之前也是有跟大家交代，如果这个2万8 0.382 的一个位置现在是应该是确定是过了，但是这几天也是非常纠结，就是从这一个去年4万8的高点拉到这一个1万5的底部 0.382 它是在2万8左右，还有一个高位的压力是在$29,500附近，这个位置有一个压力区。其实昨天引线的这个位置也是来到这个位置，压力是有一点重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为什么昨天这个位置会冲高回落，有2点不光是那一个背离，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4万8跌破的时候，这边不是感觉是一个 ABC 嘛？当时这个位置破位的时候，拉进来观察下方的量能，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这个位置量能是非常的重所以来到这个位置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2万9我估计有可能会非常的纠结就是这几天震荡的一个原因。当时从这根 K 线开始就跟大家计划，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整理。那至于它会不会压回，其实也是想帮一些手上还有资金的朋友看还有没有这种压回颈线的位置。以太坊是已经压过了，早在1个月之前，当时以太坊在这个位置整理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以太坊跟比特币目前是有头肩底很大的一个形态所以现在是以太坊包括比特币已经突破了。突破我个人的观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太坊的颈线其实是很难画，是这个高点有一个颈线吗？还是说这个高点有一个颈线？我们不然就画高一点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如果这个颈线跟这几个高点的位置连起来的一个颈线的压力位突破以后，它是有回踩过，所以最近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在蓄势。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以太坊整个中线的上涨目标有没有可能从这一个低点拉到这一个颈线的位置，我们就以这一个1700或者1600这个附近上去复制一个头肩底的形态，有没有可能上涨的目标会到这一个2300就整个中线。然后短线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就是前面的这一根，也算是一个吞噬它应该是一个插入线，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它是在踩这个颈线。所以以太坊我个人的观点，尽量给我抱住不一定来到这个2300我会买，有可能来到2300的时候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太坊在更高的一个位置，这边也是有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区间。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整个大头肩底现在是突破，它如果从底部1万5到这个颈线2万5再上去的一个目标位，有没有可能到这个位置大约是在3万5附近3万5附近也是跟以太坊的形态是有一点像，比如说这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区间，如果我们从6万9拉到这一个低点的位置，
它也不排除上涨的目标有可能去36000啊，36000来到这个位置，我估计可能也是会震荡一段时间。那今天晚上会不会突破？昨天也是在跟大家判断，这2天应该是看会不会去突破一下，因为这一根 K 线也是非常的强势。但是历史的经验也是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一般背离的位置是不适宜去做追加，要做的买点都是找这种低档的买点。不过这2天程序交易的信号也是没有给信号，包括我个人 15K、16K 的多单，目前也是选择继续报，所以也是跟大家讲，背离的位置你不要去追，但是有持仓的话，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一样，尽量给我抱住，它有可能这个位置震荡，你要受得住这种震荡的一个区间。包括上一次这一波，我也是给大家信心，很多多单基本上都经受住了这种的考验，所以 15K 当时底部也是受住考验，这种空间压回也无所谓啊。如果真的是短线的朋友，你如果还要再交易，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可以倒过来观察一下，涨到这个高位的时候，昨天不是有提到，它这一根 K 线在涨的时候，就短线上啊，这一个柱状是明显放不出来。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在比特币这一个底部位置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迹象，也可以值得我们去参考。我记得是在这一根 K 线非常低的位置是有跟大家讲过，它价格在跌的时候，这个柱状红柱它是没有放出来，所以当时在这个位置也是希望朋友们，我个人的多单抄到现在目前还是选择继续报。其实它这个位置也是柱状有一个背离的迹象，所以有时候 MACD 用柱状是非常的爽，就是昨天有跟大家讲到的，这一根 K 线出来的时候，它这个柱状没有放出来。不过这几天也是非常的纠结啊，它到底是要死叉还是要金叉？其实这一个死叉跟金叉是有一点滞后，或者是也可以再观察比特币的它这一个量价的形态啊。量价形态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参考的，早在这一根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跌的时候是在放量，涨的时候没量，跌的时候有量，涨的时候没量。然后这几天也是一样啊，涨的时候量跟不上这种下跌的量，所以行情是非常的纠结，但是要不要指望它真的就大局的再跌下去？我个人观点啊，趋势都已经出来了，包括美国那边的很多银行倒闭这个地位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那个银行啊，所以资金千万不要放在银行。我个人观点，有多少的话，尽量搬到这个币圈来，或者是买以太坊，或者是买比特币，尽量配置重一点。但是一些小的币种，我个人观点，你可以分少量来配置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一个全网的爆仓数据啊，也就是这2天一直在跟大家讲，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爆仓的数据基本上是多空平衡的。不过这一个区间最近是有看到一些现象，多单爆的这个量跟空单爆的量开始有一点收缩啊，有没有可能像之前的几个位置，比如说这几个位置，当时是在3月6号、7号、8号、9号的时候，这个位置也是多空爆的相对有一点收缩，也是说明有可能很多人在震荡的区间已经搞到不耐烦，被主力洗的不耐烦，所以有可能就是会不会做一个变盘的选择。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6号、7号、8号、9号，就是因为多空是非常的焦灼，后面是比特币有一个破位以后，这个多单就开始大爆的一个位置，有可能就是中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买点。当时比特币是跌到这一个2万的位置，希望朋友们一定要重仓啊。那我们再观察一下更早的一个位置呢，比如说在这个区间的时候，也是在2月3号、4号附近，这边不是多单跟空单爆的整个量相对是有一点缩小啊，后面是这个位置破位，可以明显观察一下。比特币多单爆仓的数量就开始大幅的增加，所以有可能这种压回的位置，因为它趋势是向上，一定要等这种多单爆的相对体量比较大的时候，如果真的还有资金要再开多，我个人的观点，最近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多单爆仓的数据，如果它真的有在一次压回破位，你还有资金要再开多，到时候再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开多的点位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利好的消息，其实也是有朋友在问，让我讲一讲这个香港的利好。我的观点不排除6月份有可能会开始颁发一些加密货币交易的牌照，因为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有看到这么一个迹象，很多大资金现在是基本上都跑到那一个新加坡，所以有可能整个大陆政府也是希望
香港会不会重新崛起，先从这个加密货币开始竞争。因为如果真的摆脱了这个加密货币，其实未来的一些资金，我的观点也有可能就不排除会流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说现在新加坡，很多人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子。香港根本现在就比不上那个新加坡。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形态啊，这2天也是有跟大家讲，箱体震荡的区间去留意一下有几个支撑位，也就是这一根 K 线突破的时候，28000它现在是变成了一个短线的支撑。其实昨天在拉的时候就不要去追啊，有压回来就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会不会有支撑。当然我个人也没有搞得这么短啊。另外一个中线的支撑位也是有跟大家讲的，看一下这个位置会不会有一个支撑。当然整个中长线也不一定，我个人的观点，比特币有可能整个中线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就是在这个颈线位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